心架一路重复段，雕托六风四臂单边，接上势，三换掌发力折腕，松右胯，身法微向右转，两手由折腕变掌，左手逆缠，右手顺缠。蹬右腿当走后弧，身法微右转，走下弧线，两手合于身前中线右膝上方。顺势身法左转合左胯，左手变雕手，右手顺势托掌上蓬。身法朝正向，眼神朝向于右斜前方45度。松左胯，两手双顺缠向外摊掌打开。蹬左腿走后弧，两手双逆缠螺旋合于胸前，掌心相照。合左胯扣左脚脚尖，合右胯身法右转，点脚根部，按掌放松，下沉相合，六风四臂。变式单边，松右胯，左手逆缠盖掌，右手顺缠向下托掌上蓬抱球。小度立圆，由右向左打螺旋，右手逆缠，左手顺缠，盖掌螺旋相合。右手勾手顺势上提，领左膝，身法微朝左前方，提左膝，领膝，下沉开步。蹬右腿当走后弧，重心左移，松胯转腰。当走后弧，重心右移，松胯转腰。沿中线穿掌，后弧逆缠外蓬，合胯扣脚，还原定式下沉相合。好，背向展示。三换掌发力，变六风四臂：一、合胯下按掌，后弧螺旋上蓬；二、雕托定式；三、合左胯，两手顺势摊掌顺缠外蓬，当走后弧；三、四合胯，相合两掌；五根部；六下沉对称按掌。变式单边。好，一、小度顺缠盖掌；二、逆缠盖掌；三、勾手上提，身法左转，领膝，提腿开步。好，四、左移重心，松胯转腰；五、右移重心，螺旋穿掌外蓬；七、后弧螺旋扣脚打开；八、还原下沉定式相合。收。好，同学们，又到了我们的重复段了。那么我们在重复段的时候，最在意的点儿，其实并不是我们的小度立圆，而是要在这个课程的这种中后期的时候，要跟大家去强调咱们当走后弧的一个要求和小度螺旋，以及小身法在中正小螺旋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细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重复段的动作。当我们在变式形成雕托和按掌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其实容易出在哪？容易出在发完力以后，身体的这个冷静没有形成下沉，而是着急于转换下势的动作。所以会在这个地方，很多同学犯一个错误，就是在发完力之后没有做好衔接的上势和下势，而是急于蹬右腿，然后直接让自己的身法产生左转。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出现跪右膝拧转的问题。所以大家应该看到了，发完三换掌以后一变雕托，好多同学都是一拧膝一抬，把手直接通过这个裆胯的拧和膝盖的拧，来让自己的身法形成一个朝正向的动作。那么我们注意，在讲课动作教学的时候，就要跟大家去说到很多次，一定要记住，凡是变式，先要找到这些松合下落的一个细节，不要着急去蹬地拧转。比方说，你看我们这个时候重心在右腿，是不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先把右胯松合一下，然后通过臀胯的后弧线，让我们的身法，你看，先向右侧产生螺旋，随后再向左侧合胯。身法这样子去做的话，会更饱满一些。比如说，你看咱们从侧面看一下，
你看到这个位置了，直接蹬转，感觉身体的运动是不是很薄，就感觉到很空？哎，但是如果我们到这块以后，没有采用直接的蹬地，而是先将当胯产生螺旋放松的下沉，然后再随右脚的大螺旋，看身法是不是会有先右转，再向左螺旋相合的趋势？所以整个弧线会体现的身法更加的一些圆滑、圆转、灵活一些，它更饱了，而不是很薄的一个运动过程啊，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点。其实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在学习套路的时候跟大家经常强调的大螺旋跟小螺旋之间的衔接关系啊？重心在右腿，不要着急直接蹬右腿拧转，而是运用什么？当走后弧的技巧和细节，就现在重心在右边了，对不对？哎，先一松右胯，让右脚脚后跟内侧吃上劲儿，一蹬右腿，直接就会产生向右的螺旋，哪怕脚尖翘起来，对不对？所以咱在感受动作变化细节的时候，要从基本功当中去感受变化，而不是去急于去追求这种身法的来回乱晃。你看。一蹬前脚掌，身体就是晃的；但是，一蹬后脚跟，身法的螺旋就会体现出来，起于地，行于腿，主宰于腰的这种顺势螺旋，而不是拧转螺旋了啊！这个需要大家常去记忆一下，形成身体的运动习惯。那你看到后边它变化六风四臂，它强调了这个重点和细节，它重复段其实也是一样的。到雕脱了，我们不要着急，直接去两手一摊。两膝一拧，直接跪过来。这个时候，咱们看一下，做一个错误示范。有很多同学喜欢这样做，看到了没有？重心来回乱晃，膝盖来回乱扭，甚至还向回去回一下重心去借劲儿，来形成六风四臂的根部。那你说这个时候为啥他会回去借劲儿？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当胯的螺旋相合和下沉找劲儿的时候，没有让劲沉下去，脚蹬不上劲儿？所以他才会把重心往左再去一压，再把重心倒回来，是吧？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两手顺势一托掌，身法不要着急于去晃，而是先把胯合下去，产生有小螺旋了，看到没有？以中线的带动，让两手自然向外打开，随后重心也在左腿，左脚脚尖哪怕翘翘，后弧自然出现，小螺旋相合，点脚一跟，是不是都不用往左腿上去借劲儿？所以大家为什么会形成那种向回走重心回劲儿的习惯？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在练拳的时候过度于依赖自己的膝盖和前脚掌，才会形成那样错误的运化？所以这块也是同样的一个重点，把大小螺旋分清了，然后小螺旋走到位了，你到位的一瞬间就能感受到咱的右腿、咱的左腿这个大螺旋上的一个后弧出来的劲儿。所以不需要大家去刻意的去拧膝转腿啊。那到又是咱们这个六风四臂了，这个小肚立圆，相信大家已经听到这一节课了以后，大家都对这个小肚立圆的练习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咱就不刻意去强调了。但是要记住，小肚立圆的时候，身法不要去晃肩啊。有些同学喜欢去用小肚立圆的时候带动胸椎来回乱晃啊，胸椎它是基本上不动的。而是靠我们的腰腹合胯当胯来进行力圆的一个带动和相合，上半身还是要保持稳定的，就好像我们在家里边看到那种电视上的越野车，当越野车疾驰的时候，它的那个悬挂特别有弹性，然后上半身的车身非常稳，好像就是在飘一样。所以我们也是要那种感觉，下盘再怎么活，中盘再怎么活，你的上肢只是跟着下盘和中盘的一个劲力在灵活运化就可以了，不要把上盘带的也是来回乱晃，这样子的话就会体现出来中盘是不灵活的，上盘反而是很花枝乱颤，知道吧？所以我们得学会上盘不动，中盘螺旋灵活。明白了吧？这就是一个小细节，大家把小肚立圆通过这一节课的重复段，再把基本功回忆一下，多去记忆，多去练习每一节课有重复的点，也要提醒大家前面的内容。那到后边了，咱的单边抱球立圆相合，合完右胯再合左胯的一个盖掌，顺势勾手上提领左膝，这和老架都一样的了，而且一样要注意什么？开完步之后后弧的螺旋运化，大家把这个口令要记到心里面。
开步的时候，重心还在支撑腿上，当虚脚落地，先松沉下颌，走大螺旋衔接小螺旋，再从小螺旋相合转化衔接大螺旋，再以小螺旋衔接转化变穿掌外蓬，再衔接大螺旋走动重心，再衔接小螺旋外蓬相合，结合小螺旋左转身的时候，带动右胯，顺势合胯扣脚，随后身法通过右腿脚后跟内侧的蹬劲儿，形成对角的劲力相合螺旋贯穿式的外蓬。就像咱们的左侧打了一个懒扎衣一样，但是结合上咱的勾手，还原定式下沉，这就是单边。所以整个过程里面重复段落的动作，为啥要每一次都在跟大家去讲一下？因为每次强调的重点其实都是我们基本功，大家都想听的这个单独的一个课件，但是实际上咱们讲的这个课件里面，每一节课当中都包含了基本功的运化，需要大家去经常去记忆、去学习这是重复段落。